花骨朵也来一点吧，刷点色块在花骨朵上面。好，然后亲笔，对，擦掉刚刚用过的那个颜色了。好，然后再取这个棕色，这个棕色在墨蓝色旁边加一点色块。好，加点色块。OK，色块点上去了之后，又开始亲笔，笔在杯子里面涮洗干净，纸巾上稍微点2下，控一下水，把笔上的水稍微控干一点啊，控干一点就是你在皮肤上刷的时候看不到水痕啊。然后但是呢，就是里面又是有一点点湿润的啊。然后呢，因为这里需要使用的空间特别小，所以说笔上不能水太多。好，然后笔尖指向花心处打圈圈，将颜色揉散开，揉开的颜色带一点出来到花瓣上。好，多余的颜色往花心推啊，花瓣上只是轻轻的带一点颜色出来，往花尖上拉，多余的颜色仍然是往花心处去推的。好，你看花瓣上的颜色就是非常浅浅的，给它来一点就好了。好，一朵花就这么完成了。颜色揉散开。揉散开，一朵花完成了，这里还有一朵。如果说你想要整个花儿啊，还是以蓝色调为主的话，你的棕色不要加太多了啊。好，花瓣的轮廓，你这样揉洗色的时候会带出边缘轮廓。OK， 花朵上面我们颜色上了，因为2个颜色会显得它色彩更丰富一点，层次更丰富一点啊。我棕色偏多，你们可以到时候蓝色再多一点。好，然后这边花骨朵儿，颜色揉带一下。对，颜色往底座和尖上去带，也是这样把颜色揉带开啊。墨蓝色有点少，再给它加一点到花瓣上。好。花朵的颜色上完了之后，来我们再给它上枝干的颜色。枝干的颜色的话，我们就选取褐色，因为刚刚我们用的是哪个颜色？刚刚用的是这个墨蓝色。刚刚用的是这个墨蓝色和这个深棕色，我们现在用深棕色旁边这个褐色，比深棕色再深一点啊，也就是说黑色更多了，黑色加这个深棕色而得到的这个褐色。好，我们用褐色来画它的叶子，还有它的花萼部分。这里的话，花萼部分呢，这块地方，对，可以稍微加深，就是靠近它花萼的地方加深，这样子你看它的花朵才会比较明显。好，我们旁边随时准备2根笔替换着，一根水笔，一根取了色的笔。好，这根干净不带颜色的水笔可以将颜色，对，这样往下带一带，稀释一下。好，这里枝干勾下来，好，然后给它叶子加一点颜色，就浅浅的啊，色粉少一点，水多一点，用这种浅浅的一个颜色把叶子稍微给它遮盖一下就好了，都不用把白色的底全部遮掉，啊，露一点白色的底出来。好，等它稍微干一下，还记得我前面说过哪些地方要加深不啊？好，枝干、花萼，叶子和枝干产生叠压的这些地方可以添一下。2个叶子挨得近，可以在中间或叶子的边缘，其中一个叶子的边缘加一笔，就把颜色加深。OK， 就需要勾一点这种深色啊，深色咱们只需要简单的去勾勒一点点颜色上去就好了，不需要整体去加深的。这块空间比较大，中间勾一笔，勾的这笔如果说你觉得它太突兀，颜色太深了，那么就用水笔给它稀释一下。
对，颜色稀释，然后把颜色推到叶子根部，啊，这样子也是 OK 的。好，整个款式上色部分颜色已经铺展开了，上色部分的颜色铺展开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给它加白色。白色的水彩的话，我们取到大概一个什么浓度呢？就大概一个豆浆，不对，酸奶浓稠度，水少一点，颜色粘稠一点啊。酸奶浓度，也就是说基础课里面的4种饱和度，酸奶粘稠度。取好了之后，我们用白色在上面勾轮廓，还有花蕊，中心在这儿，然后从中心发散开的这样子勾几根线条。啊，发散开的这样勾几根线条，有长有短啊，在线条的尽头横着笔尖儿点一个这样子的横色小点儿，这就是它的小花蕊。然后花蕊画好了之后，花瓣边缘有一些花瓣边缘不清晰的地方，用白色浅勾一下花瓣的轮廓。好，勾完之后是不是就感觉它的花瓣要稍微明显一些了？另外一朵也是一样的啊。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花骨朵儿这里勾一下，就竖着在上面勾几条线。好，立起来用毛尖去勾。立起来用毛尖去勾，线条一定要勾细一点。这个的话，我们的水彩笔尖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啊，是无压力，轻轻松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的。OK， 好了，百合，好，我白色又浅浅的勾了点线条在上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勾，哎呀，就想勾2根，手痒，加点颜色不加点，就感觉少了点啥。好了，勾差不多了啊，然后咱们这个图案就结束。其实上色的地方，我虽然说讲的很慢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它是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上色是很简单的这个款式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底胶封层，水彩之上先涂底胶，底胶涂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去涂封层。记住，先涂底胶后封层。好，假装我已经涂过底胶了啊，底胶整甲全涂，照灯30秒，然后你再涂封层，封层整甲全涂，照灯30秒。我一般是在封层之后再去贴饰品的啊。好了，照灯120秒封层，底胶照30秒，封层照120秒啊。这个是中指啊，刚刚画的是大拇指，这个是中指的指甲，我们把中指的指甲构图给它画上，底色是一样的操作方式啊。然后构图的话，我选择花朵在甲片中上的位置吧。中上就是上半边分中线，然后上半边这个区域去进行绘画，然后用一个主次叠加的手法，用2个花朵不在同一个水平线，而且还是斜向摆图的。好，画6根线啊，一切都是从这6根线开始的。好，先画3根，然后2根中间再加1根。那下面这个我到时候画大一点，好，然后再把每根线中间加胖，好，加胖之后带个尖尖，勾出来。每根线中间都要加粗，带根线勾出来。这个为了就是故意去做它那个花瓣边缘，就是那种带的边缘轮廓啊，小波浪的。所以说咱们在勾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故意有时候就是说瞎勾，故意有时候没把就是花瓣没有把它的花瓣边缘线条做得非常干净，就带点小毛边，带点小毛边就是为了让它就是说看起来花瓣边缘对带一点轮廓褶皱。好。OK， 这里再来一半。
好，这里再来一半。稍微有点安静，因为我没有在看公屏。好，就这里不想多讲了，因为前面那颗已经就是说操作过了，而且这些都还是就是一直在做重复的步骤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好多讲的，就看看就行了，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构图就行了，都跟前面是一样的啊。好，两个花花，两个长得十分潦草的花花，哎。再结合上线条，线条往哪个方向收，我就往这个方向吧。好，收到这里来。好，往这个方向收。我线条是先往这边 C 弧转下来，对，这转下来，然后又反方向一个 C 弧线条，给它往这边边缘收了。哎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都不用什么花骨朵了啊，就给它安排一点叶子。安排一点瘦长的叶子穿插在中间。叶子瘦长的，别忘了带点小线条勾出来，杂乱啊，又有交错感，有着很强烈的线条交错感。就瞎画，那这个构图就完成了啊！就是你看很随意，你看它的这些叶子啊，就这样交叉着呀，有长有短的呀，就把这个空间基本上是均分了。把这个空间均分，你没有看到哪个叶子说挨得非常紧就成了一坨儿，也没有说哪个叶子之间挨得非常远，感觉八竿子打不着。就基本上它们的距离，不管是交叉的这个张开的弧度，还是说旁边加的这种小叶子这个空间感，就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一个一致、比较和谐的状态。均分这个空间。好了，拿去照灯120秒，然后后面给它上色，就像大拇指那样去上色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打完底、涂完磨砂封层之后，还是一样的上色步骤啊，和刚刚大拇指一样的上色步骤。我可以就是说快速的演示一遍。如果说大家想要跳过啊，直接跳过就可以了，因为都是跟大拇指一样的步骤，只是说花朵的位置构图不一样了而已。好，把中间色块揉散开，往花瓣上带。浅的带过就好了，花瓣不需要颜色太深，深色区是在花心，花瓣上的颜色就真的就是浅带过即可。好，花瓣的颜色上好了，褐色去上它枝干和叶子。浅色先给它的叶子上一遍色啊。再取深一点，或者你直接取黑色都行。它的一些枝干，好，加深。杂乱潦草又凌乱，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好，取酸奶浓度的白色，画上它的小花蕊。立笔用毛尖儿在花心勾一排散开的线条，对，带弧度散开的线条。好，横着笔尖儿点一个小色块，在线条的尖端。这就是它的花蕊。
然后再把它的那个花瓣的边边啊勾一下，花瓣的轮廓，对，勾一下花瓣的边缘轮廓，就把它的形态给它勾描一下，这样子整个花是不是花瓣轮廓结构会更明显？对，好，加一点白色的线条呗。看多复杂呀！好了，这个花形图案，然后再给它配上封层，底胶封层啊，也就结束了，也就图案和大拇指一样，也就结束了。然后等着贴饰品就行了啊，等着贴上 Pioneer 的转小钢珠。这两个构图都是刚刚我们在纸上讲的这两个构图。那刚刚纸上我们演示的这两种构图，也就是我们甲片上用到的这两种构图啊。所以说前面纸上线稿图解部分不要跳跃，一定要好好的看完，而且的话要跟着动手操作一遍。好了，我拿去照灯。主甲操作完了，我们来操作副甲。副甲同样是用的这个猫眼色啊，然后薄薄的涂了一层，没有去吸它那个猫眼的光圈，就是薄薄的去涂了一层猫眼胶，然后涂上了水彩磨砂封层。给它做那种晕染色块，取这个墨蓝色，在后缘这些地方啊，我们可以去画一点色块，有大有小，在它的后缘 C 弧这个范围里面去画上大色块、小色块，然后再取这个深棕色啊，也是这样放上去，后缘这样放一排月牙形式的色块，然后把笔上颜色清洗干净了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色块交接处啊，颜色交接处稍微这样给它揉开，做成一种混色。色彩的边缘不要形成水彩的堆积啊，揉完之后提笔就走，就自然的让水彩沉淀，形成那种独属于水彩的那种，对，你看这种混色的感觉。好，就像在后缘一圈，中间的水圈也可以这样清洗一下。中间这块保持干净。好，稍微等它干，中间这儿我还加了一个色块。在等它干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用棉片擦一下甲片边缘，对，就是不要让水彩流到甲沟缝里面去了，不要让它在周围包到边，你看要留安全线出来，让底胶能有位置，把水彩完全的包裹住。这一排我们是要贴钻的，相当于只是用水彩给它做晕染，打了个底。好，等水彩完全干透了之后，再去上仿胶底胶。好，底胶过后，然后我们再去涂封层。记住啊，水彩之上先底胶后封层，这个是必须得是这样子的流程，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后续就是它在手上的保存时间不会太长，不然的话容易起翘。好，封层就是整甲全涂，记得包边，拿去照一下灯。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贴饰品的环节。饰品的话，我们可以多用一点这种异形的平底钻啊，看各种形状，然后很小，就是比较小号的迷你型的这种异形平底钻。这个是一个海颜色的，然后还有那种白色的异形平底钻。那这种白色异形平底钻就各种形状，瓜子儿啊、肥方、小星星啊，这些小方块啊都有。然后跟它搭配的这种珍珠啊，珍珠大大小小的珍珠要有，然后小钢珠得要有，小钢珠还有这种小钢棍啊，小棍子、锆石小棍子，那这些也要有，小木棍儿，小钢棍儿，
这些都是需要，就是等一下我们用到的一些饰品。粘钻胶也要有啊，粘钻胶拿出来。正好这颗副甲照完灯了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把饰品给它贴上。一般的话，我都是先把那个粘钻胶放到它的后缘我们要贴钻的位置。比如说，我就用这个拉线笔取粘钻胶。好，拉线笔取粘钻胶，在它后缘这一块儿，好，勾下去。找一个蝴蝶，好，或者是小方块儿，就这些长条的呀、异形的饰品，给它别上去。后缘这里围一圈，记住不要太超过甲片的侧边线啊。小瓜子儿来做一下延伸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贴的太靠边缘，是不是就会显得后缘甲片很胖？所以说我们要给它往中间扶一下，往中间扶，不然的话显得甲片就很胖了。调整一下位置，全部往中间扶。OK， 从正面视角上要看到这个饰品是没有超过甲片的整个宽度的啊，就侧边线位置的，这样子就不会显得甲片胖嘟嘟的。好，然后珍珠、钢珠，给它用起来，小珍珠填缝。这个位置如果没有粘钻胶了，那你就夹着这个饰品啊，然后在粘钻胶里面去底部粘一下粘钻胶，然后再放上去。这里要擦一下边边上的粘钻胶，因为当时没有考虑到侧边线的问题，粘钻胶有点太靠边缘了。那这种多出来的粘钻胶要给它擦掉。好，拉线笔继续啊，拉线笔。再带一点粘钻胶，贴小钢珠的，然后往前拖一点下来，这个是贴小钢珠的。好，小钢珠。可以先用这种小棍棒啊，小钢棍，先过渡一下，贴在边上过渡一下。
从这一块儿把这块我先填了一下缝，做了一下堆积小钢珠，然后再一排排排列好，往下，排成一条线。排成一条竖线，对，给它排列整齐。OK。有大一点的小钢珠的话，或者是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平底小钢珠，你还可以就是说稍微给它过渡一下。我这个就是平底的钢珠，大大小小混装的，我可以贴一根在这个钢珠的下方，哎，看，给它做一个收尾，摆直喽，摆直喽，把这个线条摆直。好，差不多。好，可以的，那去照灯吧。照灯1晚20秒啊。接下来包括这些就是大拇指上面啊，就比如说我这些大拇指上面也是跟那个副甲一样，去贴上饰品，然后这些平底钻和小钢珠还有小珍珠去搭配着。比如说这样子一个小瓜子，我会贴在侧面。这下面是已经用3钻胶打过底的啊，就大概我知道要贴个什么形态，我已经打过底了。然后这种小马眼，跟它放到一起，小马眼往中间扶啊，记住，对，往中间扶。好，小钢棍。就往这些缝隙里面，钻与钻之间的这个缝隙里面去堆。堆缝隙不一定要用小珍珠、小钢珠，也可以用这种小钢棍啊。珍珠给它在棍子的旁边，那这些也是空隙的地方，去给它做一下堆积，填缝。好，小钢珠，小钢珠搭链条啊，放上去之后，慢慢的，等一下给它摆整齐。一点一点的码整齐，这里其实还可以快进。
一定要摆线条啊，这里一定要摆的流畅一点啊，慢慢的去调整。这个步骤太繁琐了。这儿再给它来2颗，上下延伸。嘿。啊，反正把线条摆直啊，我不录了。加一颗小钢珠，大一点的平底小钢珠在里面，因为这里过程比较繁琐。中间挑一点空隙出来。摆整齐，好，然后边缘上的往中间扶一下，对，调整一下位置。然后看好了之后再拿去照灯。好，照灯。最后无名指这一颗，我们要给它贴个大钻啊，做一个大堆钻，多取一点这个缎钻胶。哎，这颗是无名指那颗啊，上面没有做任何的，就是说彩绘啊、晕染，就是一个猫眼薄涂一层，然后给它上了个封层，哎，猫眼胶打底，薄涂一层，上了个封层 ，OK， 放一大坨缎钻胶上去。然后我这里呢就选了2个饰品。一个是这样子的小肥方啊，一个是这种摩卡的肥方，还有一个是小方糖啊，这个白底小方糖，好，就给它点上去呗。2个就这个肥方，我为什么选这个颜色，就是因为跟整体颜色比较搭，对，跟其他指头比较搭，所以说选的它。好，先不要动。珍珠，我的珍珠，我肯定后面是要用珍珠来填的，前面也是要用珍珠来填的。好，珍珠填完，你还可以拿一点这种小尖底钻。哎呦，跑了！好，慢慢调整，各位，哎，慢慢调整。好，贴简单一点啊，我们不需要去做太多的一个修补装饰，差不多。OK， 到时候溜一下缝和溜一下边就可以了。照灯。好了，饰品贴完照完灯之后，这个款式呢也就结束了。然后你看一下，我们大概看一下，就是演示了大拇指
中指、食指和这个无名指，然后中指的话钻就贴的比较简单，就稍微贴了一个小堆钻在它枝干这个位置偏右侧。然后小拇指的话和食指的底色，就是它是食指是晕染做在后缘，然后小拇指的话它的晕染是做在这一块儿啊，左上边缘区域和右下边缘区域，就这样子对角。这样子错位平行，这样子去做了2个色块的晕染，中间微微过渡，然后去做了一个饰品镶嵌。来看一下细节。饰品镶嵌，看一下细节。然后照完灯之后，集体去把饰品溜一下边，对，包一下边，珍珠、钢珠给它全封。钻的话，我们就溜一下，就是钻的那个缝隙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款式就结束了，真的很漂亮，很适合秋冬，这个颜色搭配也很高级哦。